当年叛军入境，先皇逝世，我呕心沥血，步步筹谋，才帮沈云兰夺得帝位。登基之日，他竟害得我与孩儿惨死，宋家家破人亡。若能重来一次，我绝对不会。王爷，马车太重，跑不快。听闻那些叛军不杀小孩，让长林先下车。他个子小，就算在流民中也可以逃出去的。我竟然重生了，还是在逃命的那一天。你，玉昭，逃命要紧，等我们安全了再回来接他。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次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姐姐，就算没有长林，你以后还会有很多孩子的。再说了，长林只是一条命，要是被追上了，我们4个人的命都没有了。真是一个个文明。若如前世一般将阿念推下马车，那定会又陷入上一世的循环。下了马车远离他们，说不定还有一些生机。沈云兰，是你忘恩负义在先，日后若是再见，不死不休。玉昭，停车！快停车！不能停车，王爷，现在停车，我们也活不成了。娘的，我怎么说服宋国公助我？宋玉昭带着孩子，注定活不下去，不如我们。沈云兰，你果然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渣。娘，咱们会死吗？别怕，娘会护你周全的。啊！快，就在前面！这兵快来了，快，往这边走。这条路是前世皇叔沈都军队过来平反的方向，只要与皇叔碰面，我们定有一线生机。走。难道这一世我也护不住长林吗？是他来了。10年未见，你倒是狼狈得很。梦随风万里，几度深来去，人面桃花妆相依。臣妇乃西川宋氏女宋玉昭，靖王沈云兰之妻。这是我儿长林，多谢沈皇叔搭救。原来是晋王妃，起来吧。长林，长林。皇叔，皇叔，这与理不合。皇叔，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。坐稳啊！皇叔，留步。多谢皇叔救命之恩。你已谢过多次了。上一世沈云兰能平复战乱，登上皇位，除了我与父亲的帮扶，还因沈都坚守北疆，从未加入皇位争夺。这一次我若要复仇，沈都就是我最大的助力。明日我会派人送你和孩子回宋国公府，今晚就安心休息。皇叔且慢。陛下驾崩，各地藩王作乱，皇叔进京，应当也是为平定天下。你是想让我助沈云兰登基？本王对皇位不感兴趣，对帮别人登上皇位更不感兴趣。不，不是帮他，是帮你与我。你？我与沈云兰本是赐婚，她却国公嫡女，是为我爹兵权，我与她并无感情。我本只想保正室体面，和我儿前程，可他为了活命，弃我母子于不顾。若是他日后登基，我与我儿必定死路一条。你是想当大梁女帝？宋家3代
忠心不二，绝无不臣之心。但我儿长宁可是皇室血脉，有资格问鼎皇位，平定乱世。你倒是敢想。若得皇叔相助，这天下必定恢复太平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本王助你儿登基？那本王有什么好处？皇叔战功卓越，手握兵权，却久居北疆，当真甘心？你可知，本王最想要的是什么？宋玉昭，你当真不记得我了？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是陈龙贵人，快跑！你还好吧？流血了，擦擦吧。一言之念，一念之着，傻看着我做什么？注定就此飞蛾扑火。明知是祸，为何还不知所措？最好不见，最好不念，如此才可不与你相别。这些钱给你，去找个安身之处吧。擦肩，就步步沦陷。你是谁？我叫宋玉昭。让我们只能错过。宋玉我昭多想念你多遥远，早知道是苦果，这一罢了刻也不想逃脱。本王若想要这天下，不过唾手可得。可本王不想。前世沈度手握重兵，却未加入皇权之争，原来只是因为不想。那他想要什么？只要皇叔助长陵登上皇位，皇叔所愿便是玉昭所愿。宋家必定还大梁一个天下太平，皇叔所求亦能如愿。天下太平，你可真敢想啊！大梁如今内忧外患，你却常年镇守北疆，10年未曾回来。此次回来，若非为了平定天下，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，又怎会千里迢迢赶来平乱？继续说下去。皇位空悬，叛军作乱，各方虎视眈眈。皇叔既已入局，想要抽身而退，恐怕不易。既如此，旁人争得，我的长陵自然也争得。不愧是将门之女，比那沈云兰更有几分胆色。想要本王帮你可以，你得答应本王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等本王想好了，再告诉你。明日我送你回国公府。玉昭，我的玉昭啊！岳上节哀，玉昭他是因为……住口！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守护我女儿一辈子。你们活着回来了，我的女儿和外孙却尸骨无存呐！如今只得以旧衣裳入棺下葬。本王对不起玉昭，你怎么忍心让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？岳上，你放心，我会与你一起杀回长安，为玉昭报仇。对，一定要报仇！岳上，您一定要注意身子，切不可忧思过度。玉昭生前待阿念如同亲姊妹，
要不你认她为干女儿，只要她每日在身边服侍你，玉昭在九泉之下也好安心呐。阿念出身卑微，但愿替姐姐尽孝。不必了，我休玉昭一个女儿。岳昭，我是您女婿，我们是一家人。阿念现在已怀有身孕，您让她做干女儿，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子。等孩子出世以后，就跟着您姓宋，一辈子陪着您。玉昭姐姐临走前特意嘱咐，照顾好你。既如此，那以后你就是你个毒妇，也配做我爹的女儿！你这个毒妇，也配做我爹的女儿！玉昭！玉昭，爹，女儿回来了。外公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你们不是……怎么，我母子平安归来，王爷很失望吗？不，玉昭，是本王看到你太高兴了，你带着孩子主动跳下马车引开追兵，我们都以为你已经……主动？明明是你贪生怕死，把亲生骨肉推下车，我为我儿一线生机，才不得不跳车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姐姐，你可别冤枉了王爷。王爷这几天在路上为挂念姐姐，整个人都消瘦了。姐姐，长安到西川800多公里呢，兵荒马乱的，姐姐是怎么安然无恙？阿念说的有道理，叛军当时就在我们身后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没有银两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到达这里？我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你居然怀疑我的清白！本王也不愿意怀疑你，可是我与阿念一路靠着马车才能艰难通行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中间发生了什么？本王不得不思虑一二。外面世道这么乱，王妃能过来，估计……这要是真失了清白，不如死在长安。你们胡说，我娘没有！都给我闭嘴！玉昭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你们竟敢议他清白！哼！姐姐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就算真的有什么，王爷这么在意你，应该也不会嫌弃你吧？你一个妾室也配在这里乱嚼舌根？宋玉昭，没事吧？宋玉昭，你太过分了！阿念这是在关心你。关心？他分明是污蔑我！王爷不阻止也就罢了，他一个妾室，竟然跳出来辱我清白！辱你清白？那你先给本王讲清楚，你是如何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轻易的从叛军的追击逃出来的？王爷但凡多坚持一会儿就好了，这样也不会变得如此狼狈。我在跳下马车时遇到了皇叔沈度前来评论，皇叔派军队护送我回来。原来是北疆王，难怪玉昭一路顺利。那可是我大梁第一战神，镇守北疆多年，威名赫赫。那些叛贼肯定是闻风而逃啊！他怎么回来了？莫非是冲着皇位来的？玉昭，既然是皇叔救了你，那你应该提前说明，这样我好感谢皇叔救命之恩。那皇叔他人在……你上来就是怀疑和指责，何时给过我说清楚的机会？姐姐，我真的没有恶意，我们都只是太担心你了。姐姐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也该消气了吧？之后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住口！谁同你是一家人？你不过一个贱籍出身的妾室，竟然还敢假传我死讯，来国公府招摇撞骗，还妄想成为我爹的义女！哼，真是在做春秋大梦！玉昭，你别太过分了。阿念这是在为你好，他只是想替你孝敬一下国公，何错之有啊？何错之有？那我问你，那日想推长林下车的主意是他出的，还是你出的？当时情况紧急，叛军当前，大家都慌了神。阿念也是无意。再说，长林这不还活着呢吗？长林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竟然听信妾室谗言，你这个王爷究竟有几分担当？这妾室也太大胆，竟敢欺负宋国公之弟！哎呀，晋王真是糊涂啊！这要真当了皇帝，这天下他如何治理得了？够了，宋玉昭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地上的泼妇有什么区别？你还有没有点王妃的样子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介意王爷待我不薄，可你也不能编造这样的事情来造谣。
我受辱没有关系，可是不能坏了王爷的名声。姐姐执意要这样，那我只能以死来表达我的清白了。安妮，安妮，安妮，真是好演技。宋玉昭，这就是你要看到的结果吗？你偏要逼死阿念，才肯甘心吗？好一招以退为进的苦肉计，我本想毁了沈云兰这个贤王的口碑，罢了，那便不与你们浪费时间了。宋玉昭，你现在立刻给阿念道歉，此事便到此为止。道歉？是为他颠倒黑白道歉，还是为你薄情寡义道歉？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的狼心狗肺。宋玉昭，你胆敢！我西川宋氏女宋玉昭，今日要与你这个忘恩负义、薄情寡义之徒和离。和离岂是你能随意说出口的？你如此钟爱这贱妾，这晋王妃之位，我就送给她。今日，当着大家的面，我宋玉昭正式宣布，与沈云兰和离。晋王殿下乃天衡贵胄，他竟然敢提出和离，这不是打皇家的脸面吗？到底是国公府的千金，家世显赫，连礼法都不放在眼里。阿念只是侧妃，从未威胁过你的地位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如此咄咄逼人？我不是同你商量，沈云兰，你的所作所为对我和孩子造成的伤害，我忍无可忍。这该死的女人，怎么变得这么毒？我这还指望着宋国公的兵马夺权呢。岳丈，你不会也支持阿赵吧？这是家事，此刻宾客众多，我们何必？玉昭，这和离可不是小事啊。他连孩子都能舍弃，这样的人，我该如何同他一起生活？王爷，姐姐被皇叔所救，本是幸事，可这一回来却闹着要和离，怕不是路上听了什么谗言？这一路上兵荒马乱的，姐姐一介弱女子，可是受到了什么惊吓？要不今天我们先歇着吧，这件事之后再议。宋玉昭，你是不是和皇叔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怕瞒不住了，才急着跟我和离。我宋玉昭清清白白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北疆王守护边疆，多年不曾回来。此前叛乱当初，我便差人飞鸽传信，命他回来救驾，他便一口拒绝，说有圣旨在手，踏不得中原半步。怎么，你一出事，他便来了？和离？呸！你德行败坏，枉为晋王妃，本王今天便休了你。沈云兰，你竟敢污我女儿清白！宋玉昭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便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们今日宋府把兵符交出来，我便可以考虑和你和离，否则……演了这么久，你终于不装了。当着老朽的面就想打兵符的主意，做梦！今日这个兵符，本王拿定了。沈云兰，你竟敢带人围攻我国公府！岳丈，本王也是无奈之举。如今天下动荡，叛敌四起，唯有获得兵权，才能平定叛乱，登上皇位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天下苍生啊！天下苍生，沈云兰，你是为了你的野心吧？住口！若并非你和宋国公冥顽不灵，本王何须出此下策？只要你们乖乖交出兵符，本王可饶你们性命无忧。哼，区区几个兵就想拿下我国公府，未免太小看老夫了。别忘了西川是谁的地盘。爹，岳丈，不如你转头看看，再下定论。国公，放下武器，交出兵权。武将军、黄侍郎，你们……晋王殿下乃天命所归，臣等愿誓死效忠晋王殿下。晋王登基乃民心所向，国公何必执迷不悟？你们这是叛乱！晋王乃先帝之后，他当皇帝有何不妥？倒是国公你不肯交出兵权，协助晋王夺回京城，有何居心？叛军入城，晋王只顾仓皇而逃，他既无先皇遗诏，也无先皇口谕，何来天命？何来人心？我爹贵为国公，爵位世袭，这兵权是世世代代打下来的，就算是先皇在世，也没有夺走我们家兵权的道理。姐姐，王爷是先帝皇子，虽没有诏书，但继承大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晋王妃，你方才堂上失言，背后失德，现在将兵符老老实实交出来，晋王还能看在兵符的份上赦免你。只要你肯交出兵符，刚刚休妻之言便当作废，等朕登基就封你为贵妃。笑话，谁要做你的贵妃？若不是你和本王闹和离，皇后之位自然是你的。如今朕已经把皇后之位许给阿念，你后悔
也晚了。后悔？这皇后之位，你想给谁就给谁，与我何干？不过这沈云兰竟敢抛妻弃子，你们这些支持她的人，就不怕她日后卸磨杀驴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本王若上位，诸位都有从龙之功，本王何须害他？来人，把宋氏拿下！谁敢？岳正，看在我与玉昭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便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兵符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本王手下无情了。你这等歹徒之人，就算杀了我，你休想拿到兵权！爹，你怎么了，爹？宋玉正，你们真当本王蠢吗？和你们在这里浪费口舌说一些废话。姐姐莫怪，国公爷的茶盏，我奉命加了点东西。卑鄙小人，竟敢给我爹下毒！姐姐，王爷刚刚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，现在解药就在我的手里，只要你们交出兵符，还来得及。玉昭，记住，西川宋氏宁死不屈，绝不向叛乱小人低头。岳丈中了毒，还守着兵符。好，那再加一个他呢？娘，救我！程琳，沈云兰，你这个畜生！程琳可是你的亲骨肉。为了大业，牺牲一个小孩又如何？王爷，那你侧妃也可以牺牲一下吗？王爷救我！阿念与你不同，他深知我的抱负，定会为我牺牲一切。王爷，沈云兰，我原以为你只是狼心狗肺，至少对阿念有几分珍惜，没想到你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、猪狗不如的畜生！王爷，为你死，我自然情愿，可是我的肚子里还有你的骨肉啊！不行，沈云兰这个人渣，自私自利至极，为了皇位，她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沈云兰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放了长林，我放了阿念，这样你不用背上世子骂名，也能保全贤王的名声，如何？靖王殿下，您若能放过小世子，我等愿为您作证。今日之事纯属误会。是啊，本就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到这个地步呢？好，本王答应你的要求，用程琳换阿念。换人。程琳，王爷，臣妾好害怕。阿念，放心，本王定会护你周全。若有人敢要挟一个侍妾来威胁本王，本王今日就要诛了你们西川宋氏九族！来人！放箭！靖王，你好大的威风！小皇叔，你敢杀我？沈云兰，看在先皇的面上，本王今日就先放了你吧。沈度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只不过是我们大梁皇族的一条狗。当年若不是父皇可怜你，赐你信神，与你结拜，哪有你今日这么风光？沈度啊，你曾答应过父王不会插手皇储之争，难道今日你要做背信弃义之人吗？沈云兰，我所作所为皆为大梁，你心胸狭隘，行事狠辣，毫无明君风范。大梁落在你的手里，天下定会民不聊生。那只是你觊觎皇位的借口。沈度，你现在离开，本王便不会追你。你还是本王的小皇叔。皇叔，不要被他骗了。一个连亲生骨肉都能痛下杀手的人，是没有良心的。宋玉超，你给我闭嘴！沈云兰，把解药交出来，否则我就替先皇清理门户。我已将国公府团团围住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死！王爷，不好了，我们的人全都被北疆王带来的兵马控制了。沈云兰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
若不走，就把命留在这里。本王不信，你们敢当众弑杀楚军？楚军，先皇可从未立过楚军。况且如今叛军乱世，就算今日杀了你，也可说是叛军所为。王爷，现在敌强我弱，还是先保命为主。等日后你当了皇上，这些人不是任由你处置了吗？都怪你这贱人出的馊主意，让本王落入如此境地，那就要给他们。走！慢着！怎么要出尔反尔？签完和离书再走。爹，您感觉如何？爹没事。多谢北疆王救命之恩，老夫没齿难忘。国公爷言重了，您为国为民鞠躬尽瘁，本王只是出了一份绵薄之力。你们父女好好叙话，本王就不打扰了。沈都应约前来相助，也不知那日他想与我交换的条件到底是什么。王爷，你睡了吗？进。王爷。不打扰皇叔沐浴了，我明日再来。找我何事？我就是想问问，皇叔想好帮我的条件了吗？皇叔有话不妨直说。我想要的，恐怕你给不起。沈都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难道他想……你，皇叔权倾朝野，救了宋国公府数百条人命，就算是想要我的命，我也毫无怨言。若皇叔想，你这是在作践自己，也是在折辱我。沈都，你那眼神恨不得吃了我还能看错？那皇叔到底想要什么？在说我想要什么之前，我要先告诉你一个梦。梦？是，那是一个重复了很多次的梦，直到那日我赶来将你救下之后，那梦才没有夜夜出现。王爷，不好了！先皇在登基大典上当众废后，还下令宋氏全族斩首示众。皇后和皇子被绑于马后，拖转了几10连。王爷，迟了！
皇后的血已经浸染了整个太平间，你以前不争，现在去，又能干什么？我要带他回来。疾风起鸣突如霜，毒死霜。阿超，我来晚了。是北疆王，他怎么来了？羞的是。阿超，别怕，杀你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风上为远去，踏破山河是跌浪，一心并肩不跌倒，看永别的情。北疆王疯了，来人啊！大胆沈度！这登基之日，你带刀闯宫，你是要造反吗？宋玉昭与西川宋氏一族为你打下这江山，你为何屠他全族，灭他满门？宋国公府拥兵自重，拒不上交兵符，难道不该死吗？宋玉昭把本王的爱妾推下马车，被叛军侮辱致死，这样的毒妇不该死吗？一派胡言！我看你才是罪该万死！拦住他！小黄叔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杀我？这是皇帝的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你杀我挚爱之人，我今日我只想要你的命！你竟对宋玉昭回头看，不曾走远，一滴目光，此生这是一梦，却让我格外在意。皇叔所梦，竟与我前世经历重合，难不成我死后？皇叔，是因为这个梦，才会来帮助一个本与你毫不相干的我。你与我，并非毫不相干之人。这些钱给你，去找个安身之处吧。你是谁？我叫宋玉昭。对不起，皇叔，你说的这些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唤我沈度。我当年不过是你随手救下的一个小乞丐。听说你和你父亲上了战场，我本一无所有，唯有拿命搏个前程，便也投了军。你投军，竟是因为我？当时曾有妄想，想着有朝一日功成名就，便向你提亲。提亲？可前世我嫁给沈云兰时，沈度已封北疆王，他也便未来找我。可天不随人愿，封王之日，我在北疆得知你被赐婚的消息，连夜骑马赶回长安。命运在今生写下那时我违背军令，单骑千里，只为亲口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真心嫁给那沈云兰？若你不愿，只是因为赐婚违背本心，我可以什么都不顾带你走。可那日，多谢义士，府中备有薄酒，还请义士赏脸去喝一杯。喜酒就不必了，愿你此生平安喜乐。那个替我抬花轿的人
是你？是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那一日过后，我便派人日日关注你的消息。叛军攻变之日，我担心你的安危，所以率军赶来救你。那日是我来迟了，也没有勇气问你一句。如今沈云兰辜负你至此，也不必再为她伤心。若你愿意，我……沈度，我从未爱过沈云兰。我以为你们至少曾经是两情相悦。两情相悦？我父亲手握兵权，树大招风，他为了获得我父亲的支持，设下圈套，捏造我父亲谋反的证据。若是我拒绝，恐怕我西川宋氏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他竟然威胁你！这么多年，我假意逢迎，如履薄冰，做着这个靖王妃，本以为他会顾念几分情分。张烈，是我识人不清，害了孩子和宋氏族人。沈云兰狼子野心，对你亦不轻寡义。或许我梦中之事，是冥冥中对我的警醒。也许那根本不是命，前世我死之后，是沈度替我和宋氏全族报了仇。放心，我定不会让他伤害你们母子。分好。沈度，谢谢你。王爷，不好了！北疆王和宋玉昭已经拿下了北方10城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宋玉昭与北疆王携手平叛，如今他在民间的威望已经高于王爷，许多城池主动相迎，甚至未非一兵一卒。他一个下堂奸夫，凭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王爷，贱人！若非你挑拨，宋玉昭怎会和本王分析？若无你，本王早已得到西川宋氏的助力，打回长安了。王爷，此事还有转机。怎么转机？如今北方10城都已归顺那对狗男女，半壁江山都是他们的了。你是沈长林生父，那沈度不过是先皇义弟。宋玉昭一介女子，他们打下江山，都是为了给沈长林铺路。可沈长林尚且年幼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就一个孝字，便能压得他们翻不起身来。阿年，刚刚是本王太激动了，没有伤到你和我们的孩儿吧？妾身不怪王爷。玉州，平叛如今一切顺利，你为何还是愁眉不展？沈云兰是长林的生父，若他借此做文章，长林年幼，难免被他利用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反倒是为他做嫁衣。你若担心，我可令人前去暗杀他。这个时间他若死了，长林还得为他守孝3年，反倒成全了他的名声。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那你有何打算？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，尝尽众叛亲离的滋味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失去一切，却无能为力。你只管去做，一切有我。
王爷，这是宋玉昭派人送来的信。老天果然还是站在本王这边啊！王爷，有何喜事？宋玉昭和沈度果然是为了沈长陵下一场守城战，他们打算让沈长陵这个质子上场助阵，为确保此战万无一失，他主动喊本王，让本王给他派兵协助，一同平叛。那不是正合王爷心意？到时只需要安排我们的人插入军中，作战时趁机杀掉沈长陵，永绝后患。不，那样太麻烦了。沈月兰派人送来的信。哼，他倒是厚颜无耻，说长陵是他唯一的孩子。既然我求了他，他愿意摒弃前嫌来帮我们守城。只要他敢来，这不正合我们的意吗？那我就等着他犯蠢。长陵，许久未见，又长个子了。来父王身边，让本王看看。哎，王爷，你们父子俩许久未见，难免生疏。待您为他手下雨城，他自然知道你的良苦用心。玉昭，本王知道错了，上次那是鬼迷心窍，才会那般对你。就当是为了长陵，就原谅我吧。晋王，别忘了您此次前来的目的。小黄叔，本王在和本王的王妃说话，你急什么？你我早已和议，若不是因为长陵，你我绝不会再见。玉昭，你我少年夫妻一路相伴，情深意笃。本王知道你说的是气话。我喊你来，是叫你一同评判。如果你来是说这些废话，你现在就给我滚！贱人！你在吃醋？没有。你们少年夫妻，我一个后来者，怎么能比？可你分明是后来者居上，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，往后余生，我只想与你共度。我看你往哪里逃！果然是沈云兰身边的暗卫。王爷，刺杀失败了，北疆王和宋玉昭正带着人往这里来。一群废物，还愣着干嘛？立刻召集人马冲出去啊！是。哎，王爷，等等我！沈云兰，大半夜的，急匆匆的做什么？我听闻有人要暗杀长陵，我正要去救他。玉昭，你和小皇叔带着人在我的院子里做什么？沈云兰，你还装！沈云兰，你死性不改，答应来助阵是假，为了皇位，你竟然还要对长陵痛下杀手！
贱人，你是不是又背着我带人去暗杀长林？王爷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动长林，你又违背本王的意思。够了，沈云兰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为清楚。你不相信我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就杀了阿念这个贱人。王爷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不杀你，如何证明本王的清白？沈云兰，你每次都把失败怪在女人身上，真让人恶心。现在你看清沈云兰是什么样的人了吗？臣妾真心实意爱慕王爷，王爷给臣妾的一切，无论是好还是坏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哼，好言相劝罢了。陆云，别追了，这个蠢货上钩了。以后不可将自己置于险地。你若有个万一，我该怎么办？有你在，不会让我受伤的。以后不准再以身犯险。再这样，我定要将你软禁起来，在我身边哪也不准去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，下次不敢了。贱人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宋玉昭怎会离开本王？本王又怎会一败涂地？王爷，看见这副死样子就来气。沈云兰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你让人带我来这里，干什么？大难临头还毫无知觉，阿念，这不像你的处世之道啊！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今日来，是想和你做个交易。你别想动我的孩子！我不是沈云兰，不会这么丧心病狂的对孩子动手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沈云兰是什么样的人？相信你比我更清楚。就算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该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想想，不是吗？我以前那么对你，难道你真有那么好心，还能放过我们母子？我会。你想我怎么做？让沈云兰喝下这毒药。王爷，你可有一刻真的爱过我？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之物，而你不过是听话点的玩意儿，也配和本王谈爱？王爷以前待我的好，难道都是骗我的？从前你比宋玉昭识趣，陪你玩一场郎情妾意的戏码，倒也无伤大雅。可如今你害得本王一无所有，本王恨不得你去死！王爷既然这么恨我，为什么不杀了我？本王心慈，你尚有几分姿色，你既是玩物，留你一命又何妨？如果你敢有异心，本王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阿念明白。还不过来
给本王奉茶。是，王爷。王爷，你看着本王做什么？难道他发现我下毒了？王爷，今日的祸事险些丢了性命，臣妾心里惶恐，只求能够多看几眼王爷，心里安宁些。你今日倒显得格外殷勤。臣妾生怕再也见不到王爷了。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本王自然不会亏待你。待我登基后宫，自然有你的位置。王爷，请喝茶。本王要休息了。为了我腹中的孩儿，沈云兰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玉州，你确定阿念会动手？阿念最会趋利避害、审时度势，他见识了沈云兰的无情，又差点因她丧命，必然会害怕。我们等着便是。宋小姐，这是阿念传。沿城南后山小路追赶，是沈云兰的撤退路线，阿念已经对她下手了，我们立刻派人去追。快，就在前面，抓住沈云兰，不许跑！站住！怎么回事？本王为什么动不了了？贱人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王爷，认命吧，你已经被我下了毒，动不了了。宋玉昭和北疆王很快就要追上了。本王乃是大梁未来的天子，贱人，你竟敢对本王下毒！本王要诛你9族！天子，沈云兰，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和一条狗有什么区别？阿念，你是不是受奸人挑唆？你我夫妻一场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不过是你手中玩物，你想杀就杀。为了我腹中孩儿，只能让你先死了。阿念，那只是气话，我怎么可能舍得杀你？站住！不许跑！快停下！那日叛军追赶，也是这样的情形。若不是宋玉昭主动抱着长林跳下马车，其实那日你是想把我推下马车的吧？不会，阿念，我怎么可能推你下去？我发誓，只要我当了皇帝，你就是大梁的皇后，我们的孩子就是太子。去阴曹地府做你的皇帝梦吧！前世血染玉阶，满族灭门，今生我终于避开了悲惨命运，守护住了长林和宋氏族人的性命，更幸遇到了沈度。恭喜你得偿所愿。
外面这么热闹，发生了什么？今日是新皇登基大典。不，怎么可能？这才是真龙天子，沈长林那个孽种，他凭什么？朕才是皇帝，朕才是皇帝啊！贱人，你去告诉他们，这才是皇帝。沈玉兰，这是我们的女儿，我给她取名叫沈安安，希望她一生平安。阿念，你告诉他们，这才是皇帝。你去杀了宋玉章，杀了沈长林，快去！朕封你为皇后。你是真的疯了。世人都说我爱慕虚荣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。我承认我是这样的人，可我也曾真心爱慕过你。可你为了自己的野心，谁都可以牺牲。你个贱人，你去让宋玉章来找我。她是我沈玉兰的妻子，只要有了宋国公的兵马，这样我就可以再次称王称帝了，我就再次可以称王。这种时候，你还口口声声叫他的名字，可惜，如今的宋玉章，他怎么会浪费时间多看你一眼？闭嘴！你闭嘴！他留你一命，将你囚禁在这深宫，日日夜夜困在这方寸之地。他与沈长林将你审视天下，治理的国泰民安，四海升平，而你却只能像只丧家之犬一样，在这深宫的角落苟延残喘。我没有办，你绝情自私，为了你的皇帝梦，落得众叛亲离，这都是你该得的。别走！别走！别走！不，长林是我儿，我儿是皇帝，那本王就是太上皇，我是太上皇。太后，天下初定，然北疆王10万玄甲军久驻长安城外，恐生后患。北疆属地近日又屡有异动，臣以为需尽快派人前往镇守，以除后患。太后，大人所言正是。北疆王威名远播，他久居长安不归，北疆境外宵小必将蠢蠢欲动。此事本宫与皇上自有考虑，诸位爱卿不必多言。臣愿为太后和皇上分忧，即刻启程。此事容后再议。听说了吗？咱们太后与北疆王关系非同寻常。昨日有人看见他们二人在御书房相处许久。是啊，那日在朝堂之上，那太后听北疆王要走，脸色都变了。你说，咱们太后还年轻，又与晋王隔离多年，北疆王又一直未娶，若是他们二人，倒也般配。嘘，慎言，这等话若是传出去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走吧，走吧。王爷，宫中流言愈演愈烈，对您和太后极为不利，不如早些启程前往北疆，避避风头。明日早朝，本王会向皇上请旨，即刻接管北疆军务。这么快？本王不惧流言，但边疆战事天下难安，先帝尚未长成，朝局仍需稳定。本王愿镇守边疆，为他免去后顾之忧。沈都督长林登上皇位，如今本宫贵为太后，
却反受身份限制，不能跟随心意。如今沈度也自请前往北疆，他本是担心长陵年少，怕有乱臣贼子，却成了他拥兵自重，震慑皇权的罪者。如今参他的来阅读。太后，夜已深，该歇息了。宫中流言四起，本宫强留北疆王留在长安。你说，本宫是不是做错了？太后为天下殚精竭虑，难道连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都没有吗？罢了，本宫自有分寸。我苦坐门中望成石头，闻着鼓声声催人别回头。怎么离开，怎么能唤醒爱？你不在，岁月变苍。哎呀，这尊大佛可算是送走了。10万精兵留在了长安城，谁能睡得着觉啊？是啊，仪大人，新帝年少，他拥兵自重，若是在这朝中搅动风云，这朝堂之上如何才能安稳呢？如今太后把持朝政，他们二人，他们过来。王爷，您真的舍得就这么走了？为了平定叛乱，您出生入死。如今这些人却处处提防，说不定就连宫中那位也担心您功高震主，属下真替你不值。本王无父无母，本就孑然一身，得先皇赐姓，封北疆王。长安繁华，却无我立足之地；北疆艰苦，倒是我的栖身之所。走吧，不必回头。沈都，沈都，沈都。你来送我？这一次你怎么不问问我？我要随你去守北疆。那长陵怎么办？我已召我父入朝，辅佐长陵，巩固朝局。长陵也需要成长，他一定能早日执政的。重活一世，这辈子我不想再留遗憾。好，我们一起走。永初元年，晋王沈云岚困敝冷宫，太后宋玉昭还政于新帝，前往北疆，与北疆王沈度镇边10载，平定边疆，开通西域商道，之后归隐天山，相守余生。